没有露脸，也没有露下半身，就只有身材。但是那个身材特征蛮明显的，所以我记得这个身材。一相处跟聊天的过程，就很明确知道对方对我也有兴趣。对，我问我老公说你喜欢我哪里？他说我的头发。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的沈老师。今天代表来宾是庆泰。大家好，我是庆泰。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我们的同志爱指南代表庆泰又回来了，有这个称号是不是？他之前在我们节目中呢大聊特聊，说他之前暗恋直男的过程是多么的享受啊。可是最近听说他现在爱上了一个同志了。对，你要不要再跟他解释一下？其实你不是专门爱直男。对，我觉得好像会有一些误会，就是好像是我一定要专挑直男去爱，但其实是刚刚好求学时期不小心爱上了很多个直男，但我其实没有一定要爱直男，就我还是可以爱 gay 的，对。他之前爱上了这些直男，我本来以为可能是什么篮球校队这种很直男样的，事实上不尽然，对不对？不是啦，不是。事实上，我刚刚来录影前归纳了一下我以前喜欢过的人类型，然后发现很难被统整成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他们都各有各的特色，这样。那这一次交了这个男朋友，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我们现在在一起快要1年，现在在11个月左右，也算蛮久的关系了，算稳定了。对。然后你怎么认识他的？我们在交友软体上面 Tinder 上滑到的。对，我滑到他之前，我其实就知道他这个人了。这个故事说来有点话长，就是我之前就有追踪过他的推特账号。但是推特账号是露身材的，没有露脸，也没有露下半身，就只有身材。但是那个身材特征蛮明显的，所以我记得这个身材。后来是我在 Threads 脆这个平台上面有看到他发了脸跟身材搭在一起的照片，然后我才确定说，哦，这个身材原来长这个样子。后来在 Tinder 上面他的照片是只有脸没有身材的。所以这是一个连看的过程，我就从那个听的账号认出来，他是我之前有追踪过的一个推特推主这样子。听起来有点可怕跟那个 creepy。这是我就记得，我没有跟踪他，我也没有肉搜他，我就刚好就记得连上来了。你就是在肉搜他，从身材搜到脸，感觉上有一点 creepy。但我不是滑到听的上面才去搜寻他，我是已经都记得了。对，好，但他也跟我说，他有在一些 YouTube 影片看过我啊。OK， 对，所以后来你跟他联络之后，你们第一次见面可以形容一下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约来我家了，对，但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刚好他在我家附近，然后就约来我家，然后就聊天，然后就发现，见面的感觉跟在网上聊天的感觉没有差太多。对，他在Tinder上他就说他是 gay 吗？还是说他也没有表现很明显的性倾向？基本上男生会滑男生的比率，我至少没有在听着上面男生滑男生，然后对方跟我说他是直男，然后来交朋友的，我没怎么遇过。好像都会先说，就是他会把你配在一起。对，当然也应该有，就是男女都有滑的，然后说要来交朋友，应该还是有，但我自己没遇过。好，因为她的男朋友看起来还蛮直男样的，所以我当时有点说，是不是因为他直男样，所以庆泰才特别爱他？结果听起来他并不是那样，所谓就是平常表现都很直男样的男生。对，不是，他也不打篮球，也不会就是干白痴哦这样，然后不会。可是他在外面他还是没出柜，还是表现出他是直男的样子吧？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不太方便在工作的场合。什么？他是特警吗？还是什么？也不是啦，就是因为他是在家工作，所以他也没有被帮他出柜，所以什么客户什么之类的，就是还是不方便。OK，你自己也还没有对家人出柜，对不对？我爸妈还没，我姐知道了。你觉得出柜会是你下一步想要做的事吗？如果你跟男朋友继续关系好的话。下一步他会放在我的下一步，但是距离那一步还有多远跟多久，其实我还不太确定。OK， 出柜是我们同志很重要的课题，不过慢慢来啦，照自己的步调来，慢慢来就可以了。你觉得你现在这男朋友啊，跟你之前喜欢过的那些直男有什么不同？在外形啊、个性上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一相处跟聊天的过程，就很明确知道对方对我也有兴趣，不是我单纯单方面的喜欢。因为如果是直男的话，就是通常都是球打在墙壁上面，但是这个我明确的感觉到有来有往，对，然后也跟之前单方面的暧昧不太一样，所以就是确定了这样子。
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表示说他对你很有好感，对不对？我们彼此应该都蛮有在丢球给对方的。你跟他见面第一次的时候，你怎么样感受到他对你的好感呢？我觉得其实从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们在讯息聊天的时候就蛮有在互相试探的过程了，所以就觉得这个人应该也对我有兴趣。他喜欢你哪里啊？可以打断一下吗？这可能要问他我没有实际上问过他说你喜欢我哪里，这个问题我没有问。我对我问我老公说你喜欢我哪里？他说我的头发。那换发型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都不敢换我头发，然后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头发，所以你都没有完全没有问过他。我没有直接丢出这个问题过，但他偶尔会说喜欢我对他很好啊，喜欢我很贴心啊，喜欢我怎么样怎么样。那外形他都没说啊？外形会一直说我可爱，这样算吗？算啊，因为看他的身材，他身材练得很好嘛，对不对？有在健身，你也有在健身，对不对？我现在很久没去了。他对这身材这方面要求严格吗？我一开始不确定他认识人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需求啦，但是他现在是我吃胖也没关系的。才1年不到这样就已经蛮放松，完蛋了。就是他们以后应该会是个胖胖的一对，可能会。OK， 你觉得你被爱的感觉比较多，还是你们相互付出是蛮平等的？我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后来的结论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付出还蛮对等的。然后他会在一些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帮助我，然后我也会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提供给他帮助，而且甚至是我觉得我做的那些好像没什么，但是他会把它记在心中，然后很感谢我。我跟你讲，之前因为爱直男都是很单方面的嘛，其实一方面说来，当你爱一个人是可以无限的付出，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对，就是反过来说也蛮痛苦的，因为对方完全不会给你任何的回报，或你想得到的你就得不到。这些在事后的时候回想才会觉得痛苦，但当下都会觉得我好享受。对，可是现在你享受到，就是对方不断的对你付出的一些回报，你跟大家讲说哪些事情你觉得特别的记忆深刻跟特别感动？我很喜欢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会一直说谢谢，然后这些谢谢是谢很细节的，就是谢谢你今天花时间来陪我，谢谢你载我回家，谢谢你愿意支持我，这些都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说对方的付出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情我很喜欢。这个真的蛮重要的耶，特别是你在感情交往的初期。各位，其实这真的是我跟我老公现在也是不断的感谢对方为自己生活做的事情。其实这如果长久下去的话，也是维持关系一个好方法。对啊，大家把这个真的记到心里，蛮重要的。如果现在你再回到大学的时代你还会喜欢直男吗？我觉得如果是我直接回到大学的状态的话，我一定还是会晕头转向的。这可能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也是在晕过很多的直男之后，才认识到说这么做对自己可能没好处，然后才开始设下那个防护墙，才有到今天这样子。你什么时候设下防护墙？我还蛮惊讶，因为你第一次来上我节目的时候，你非常对于就是单恋爱别人是乐此不疲的。你什么时候才感觉到说，这个不行了，我这样无限的付出对我来说是一个感情上的伤害？我觉得单恋这件事情的防护墙我可能没有设下来，但是直男的防护墙我设了。对，因为我在遇到我男友之前，这中间也遇过很多我单方面付出的 gay 也是有的，或者是暧昧无果的也是有，所以这单方面的付出的墙我没有真的设下，但直男的墙我设下了。为什么设直男的墙不设 gay 的墙？因为我会认为直男的墙我得设下，是因为这不可能。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那如果是我单方面付出的好，他是 gay 好了，说不定我付出到哪天我还有个机会，会有这个希望在脑中，所以那个墙没有设下来。很好。那你现在如果对现在还在大学生，然后在不断暗恋直男的 gay， 你会叫他们说什么话？醒醒吧，就是要掰弯都是童话故事，是不可能的。OK， 可能你听过很多掰弯的故事，但是他说的故事是真的吗？我不晓得。那10000个爱上直男的人里面有1个掰弯了，你能成为那1/1000吗？我也不晓得。所以我劝你，如果你是跟我当初一样，我觉得很享受我喜欢人的过程，那你可以继续享受没关系。但如果你是抱持了想要把它掰弯，你要跟他修成正果的话，我是觉得可以再想一下。对。
沈老师是希望同志的朋友都不要跟直男有任何瓜葛，因为我听到非常多的故事，受伤的都是同志，而且伤的蛮深的。而且有时候那些直男可能还真的没有发现，他不是故意要吊着你尾，他是真的没发现，那就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你们可以当朋友，还可以很快乐。我不知道现在在看节目的各位呢，你们有没有爱上过直男？然后现在还有在对直男执迷不悟的人吗？我真的希望你们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感情，因为两情相悦的感情好舒服太多了，对不对？非常舒服，舒服到什么地步？舒服到我会一直在翠纹上面放闪的地步。据说他的朋友们看了就觉得很烦了。有些是觉得很烦的，没错。好了，不过呢，真的爱真的是个值得庆祝的事情，也值得感谢的事情，好吗？大家多珍惜一下。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每个礼拜有直播，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回答你们所有留言。现在老师要跟青苔玩个游戏啦，直男好还是男友好？好，我先问青苔一些问题哦。青苔，你现在身边还是有喜欢的直男朋友吧？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然后有好感的是有的。好，先想一个好不好？好，就问他一下，到底做这些事情呢，他跟他的直男朋友做比较好，还是跟他的男朋友做比较好？当然，什么事都跟男朋友做比较好，但是如果有些事情跟那个直男朋友做的话，也许还不错哦。一起去打球流汗，打球流汗，直男哦，跟直男打球可能比较好了。好，半夜一起去吃宵夜。跟男友哦，好，一起去日本旅游，我想也是。生病的时候照顾你，做男友比较好哎。一起去泡温泉，真的吗？我要是我蛮想跟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平常看不到。同志的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相信世界会更好。谢谢观赏，拜拜，拜拜。我们的直男爱，这怎么讲？照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就照自己的习惯的步调，说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说他对你很有稍等一下，你们两位可不可以语速放慢一点？讲好快啊！好的。本来是个噼啪啦。好的。再讲一次。那再问你跟直男相关问题好了。好的。我问的差不多了，我不知道现在看各位。